种下了自由的种子，让它改变每一寸土地，带走了故乡的尘土，扬洒在我每一寸脚印。前路漫长，却步履不息，风沙吹我脸颊，越痛越向前而去，就让岁月抚平这痕迹，泪水送走这别离，待我归来时再拥抱你。时光随着赤脚的孩子奔跑，迎接着风雨，待我归来时花开满这天地。碧云泉煮茶记忆机，纯水煮茶，茶更甜。邀您观看西北岁月。刘团长，指挥部命令，你们还得继续坚守阵地。习政委强调，野台山没有打下来，你们还不能撤。好，敌人已经上来3次了，很快还会再上来。团长，团长，团长，哎呀，这把人打成这了吗你？你这，给我拿点吃饭饭，给我拿两个，收回他。乡亲们，都听号令！会打枪的举手。能扔手榴弹的举手。好，咱们呀，有一个新的任务了。我们要坚守阵地。南站。所有人准备战斗。我，哎，我不会打枪，我能用刀。是不是想吃香子儿？闭嘴！上！师傅，援军到哪儿了？援军马上就到，再坚持一下！已经快攻到主峰了！援军，师傅！师傅！快撤！同志们，冲！
们已经攻上了椰台山主峰，歼敌5个连1个营部。好，太好了！立刻命令部队打扫战场，肃清残敌，坚守阵地，防止敌人反扑。放心吧。嗯。喂，报告，五零报告，直隶原松江洼一线的敌人已经被我们击退，往 B 线方向撤了，是否追击？请指示。既然敌人已经被我们打退，万万不可越界追击。毛主席说了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这是原则。是。司令员，主峰拿下，我们反击胜利了。嘿。我们没有丢失边区1寸土地，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。张参谋到，立刻向中央发电。是。你要说让我在炕上躺2天就好了，没事。是啊，大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说让你去送弹药，你咋直接上了？你这不是添乱吗？咦，你这娃咋这说话呢？我咋就添乱了？你看你腰。我跟你说，要不是乡党和娃们一打上，这阵地就没了。那瓜娃，慢点。哎呦！三娃，我跟你说，干哪？哎，周迅，你咋的？坐啊！伤得重不重啊？嘿，啥伤呢？就是把腰给扭了一下。你看，我不会打枪嘛，我咋办嘛？我就用我看刀，我就看他，我看了一个又一个，我看一个碎碎的个娃娃兵。我这个手就下不去了，我跟娃要说话呢，这娃站起就跑了，我一着急一撵，哎呀，这把这腰就给扭了。干哪？哎，你做的对，你看，哎，我是对的，你这不合适，你这。要是没有像你老人家这样的人啊，咱打不了这么大的胜仗。但是以后啊，也可不敢往阵地上跑了。哦，你老这岁数在这摆着嘛。能成，我听你的。你看啊，我跟你说实话啊，就这一回，我这一辈子都值了。哎，我没有给咱丢脸哦。干达，哦，不光没丢脸，哦，还给咱争了光。这一次咱们保卫边区啊，咱们这些乡党们出了力、流了汗，还流了这么多血。实话，我代表边区政府，感谢你老人家，感谢咱这些乡党们。哎，给咱自家做事呢，咋都能成。是咱们的地方，没事。哦，椰台山上，满山是淳朴老乡的玉米高粱。椰台山是边区的哨岗，它保护着无数和平的村庄、勤劳的庄稼汉、忠厚的农妇和年轻的姑娘。它保护着居民们的牲口和食粮。椰台山上，天天是明媚的风光和愉快的歌唱。勇敢啊，椰台山，在你的后面，干达150万人
这是咱们随军记者艾青同志给咱爷台山写了一首诗。为了保卫全边区的老乡，为了保卫老乡的土地和住房，为了保卫解放区，为了保卫党中央，愿你像巨人一样站立在边界上，不要让一个坏蛋跨进边区，不要让一个鬼怪踏上这光明的地方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。9月2日，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。至此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。为谋求和平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从延安飞抵重庆。10月10日，国共双方代表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。11日，毛泽东返回延安。主席啊，东北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了。国民党军已经从秦皇岛登陆，接下来向山海关、锦州方向挺进是必然的。彭真同志和陈云同志已经到了东北，现在决定增派高岗、张闻天等同志到东北工作。现在全国各解放区都需要干部啊。中央各级机关、各地委、各地区都等着米下锅呢。边区是我们全国战略的大后方，中央在这扎根10年，现在高岗同志到东北去，西北局书记这个担子，到底谁能担得起来啊？我倒是有个推荐的人选，他对关中和陕北都很熟悉。你说的是仲勋同志吧？是的，主席。你别看他年纪不大，但他在西北的工作时间长，又在关中和绥德2任地委书记锻炼过，工作成绩、工作能力和政治觉悟都是靠得住的。他现在是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，中组部打算派他去东北，被我拦下了。我跟他说，你在中央组织部的板凳都没有坐热，没有主席亲自发话，你哪儿都不能去。好，好啊。是啊，我们中组部可以少个副部长，但是西北局不能一天没有书记啊。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，作为西北局书记的人选，我看很合适，我同意啊。为了过渡，可以让他先把西北局的工作抓起来。好的，主席，我马上去办。好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忙活了啊！来，喝点小米粥，暖和暖和。你放哪儿？我一会儿喝。这马上就要过冬了，棉被、棉衣什么的也都该拆洗拆洗了。我一直下乡忙，也顾不上好好照顾你。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？平平淡淡、简简单单，照顾啥？倒是你，一直在乡下，翻山越岭的在村上忙，我也帮不上你啥忙。我在沙滩坪跟老乡们一起，吃饭、生活什么的都挺充实的，别老担心我。我就是担心你，别老熬夜，多伤身体啊。知道了。
中央啊，把西北局这副担子交给你，我知道你担子重，压力大，慢慢来嘛，会好起来的。主席和组织上信任我，我就更要认真努力地把这份工作做好，不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。好在呢，搭档都是西北的老同志，我倒不怕困难。就是以前呢，做的都是地方工作，考虑的呢，也都是比较局部。现在让我全面主持西北局工作，我担心做不好，做不到位。不是你经常说的吗？要快乐工作，快乐生活。对，快乐工作，快乐生活。就是以后啊，恐怕还是聚少离多，要让你受委屈了。委屈什么呀？不委屈。我能每次收到你给我写的信，我就已经很高兴了。好，那我以后啊，有时间我就给你写。哎，咱俩这小家庭也都全在这两地书里了。我很知足。多浪漫啊！来来来，趁热再喝一口。哎呀，趁热再喝一口。嗯。嗯。迎宾，金铃子，快快快快！迎宾，迎宾，快快战斗准备，快快！大个子，抢！迎宾，快！蒋介石啊，调集了4个战区、10个整编师，30万人，从4路向我宣化店地区摆出了进攻的架势，企图将我中原部队呢分割包围。主席、总司令，目前这个局面对我们来说可是非常不利的。蒋介石已经准备在中原地区大打，中原的部队要密切关注敌情，随时准备突围。给中原局回电，21日电收悉，同意中原局立即向西突围，越快越好，不要有任何犹豫。生存第一，胜利第一，今后一切行动由自己决定，不必汇报，免得贻误战机，也便于保密啊。望团结奋斗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是。同志们，自突围以来，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。
敌人毫无所得，我们给反动派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困难。但是现在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。蒋介石派兵一路追堵，这几天，敌整编第41师、整15师、整3师一路追赶北路军。整41师125旅从内乡前来截击，内乡的4个保安团部署在石岗地区，前来堵击。同时，蒋介石还密令第1战区的整90师61旅，以及驻守在关中地区的整1师1旅，同时赶赴鄂、豫、陕3省交界的京子关地区，共同围堵，防止我们北路军入陕。司令员，敌人想阻挡我们，那是做梦。不管什么困难，我中原部队全部应该在鄂、豫、皖、川、陕5省境内进行灵活机动作战，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，配合我华北、华中主力作战，完成中央交给我中原部队在敌后创建根据地的光荣使命。政委说得好，敌人那是痴心妄想。哼！但是我们北路军的目标太大，敌人派重兵对付我们，就是想摊开巴掌，把我们紧紧地捂住。我们要分开2个拳头来跟他们打。司令，我建议分兵，一是可以有效地分散敌人的兵力，牵制敌人；二是我们可以灵活机动地作战。同意。这样，我们北路军分成2个纵队向西转进，我和魏三同志率领中原局、中原军区机关和2纵、13旅、15旅45团为右路，沿南化塘方向前进。王震同志，你率领359旅干部旅为左路，去到京子关，以山阳、柞水方向前进。我们相互错应，为开创新的根据地打好底子。你们向西的这一路上，山高林密，恐怕会碰到很多的恶战，一定要小心。放心吧，司令员，在我359旅面前，没有闯不过的关，没有劈不开的路。司令员，这位，你们都保重。同志们，无论前路有多难，大家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话：生存第一，胜利第一。这人怎么还没有来？主席，人已经到了。好。日系，2位老总。仲勋、师太，这么急把你们叫过来，是有10万火急的任务要交给你们。老彭，把情况跟他们介绍一下。好，先说好消息，我中原部队已经突破了敌人的封锁，成功的突围了。突围部队的北路，李先念和王震部已经进入了豫西，正在向陕南移动。不好的消息嘛，就是刘峙和胡宗南现在对我们的部队前堵后截，这给要进入陕南的部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。想听听你们的看法？来，坐下说。是。报告主席，我认为，首先我们应该考虑如何保障部队进入陕南。其次，如果进入陕南，陕南山高林密，倒是打游击、创建根据地的好选择。同时也能够牵制胡宗南，边区和延安的压力就能小一些。如果向东，也能牵制郑州绥靖公署，全国解放区的压力也能小一些。你继续说。如果部队前线失利，
那么就剩下最后一条路，回到边区。可是如果回到边区，就必须要途经关中，而关中胡宗南有20多万精锐部队驻扎，难度更大。不考虑他们回延安，中央希望他们在陕西、湖北、河南交界处开拓一个新的游击根据地。老总，把我们的决定宣布一下。好，中央决定，在贺龙同志没有西渡黄河之前，王世泰同志代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。是。徐仲勋同志代理政委，指挥联防军及地方武装协同作战，迎接中原部队。是。主勋，世泰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是由军委和西北局双重领导的，由你这个西北局的书记和世泰担任此任，有利于党政军统一行动，也便于协同地方武装共同作战。保证完成任务。中原的共军已经过了平汉铁路，有挺进豫西陕南的势头啊。刘志主任想要关门打狗，围剿中原共军，可惜这门关得不够紧，才导致共军西窜。陕南大部分都是山区，极适合打游击。共军一旦在此扎根，我部在关中必定腹背受敌。你说的对，真到那个时候，共军跟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打游击，吃亏的是我们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要重兵防守，阻断他们的来路。命令90师第61旅，还有整编第1师第1旅，连夜奔赴京子关、漫川关一线。是。跟情报处说一下，密切关注共军的动向。是。司令员，来，前面的金子关被胡宗南的61旅占领，取到金子关，走捷径入陕的这个方案行不通了。前有堵截，后有追兵，那就豁出去喽。强渡丹江，南绕鲍鱼岭，南化塘，再入陕。强渡丹江？副司令员，丹江现在是汛期，最宽的河面100多米啊，江水那么急，难度很大。难度再大也得过。我王震第一个下水，命令部队，明天求渡过江，这天黑前必须完成渡江。是。政委，战士们的干粮袋口都空了，一点都没了吗？没了。想办法解决。我喝了，分给战士们。好。先给兵号分。啊。同志们，跟我来！过江，跟上！跟上！注意脚下！注意脚下！跟上！跟上！快点！
钟勋同志，陕南来报5份，请查阅。李、王两部决定分散，李部分7股，均在陕东南。王震率部正向柞水、镇安前进，将分散在柞水、镇安以西地区。因该地区尚无像功德坊那样的地方部队，如不多派熟悉情形的干部，恐力较困难。此外，郑卫三、陈大捷、戴季英3同志及其他大批离军干部，如何秘密接引来边区，需十分秘密，亦请考虑办法。请考虑派1、2个大员去帮助李、王2部，如汪峰及其他适当之人。毛泽东7月26日。现在应该就在柞水镇安一带。哎，习书记，来，习书记来了啊！快坐，快坐，来了，来，开会，开会。同志们，情况紧急，召集大家开个会。现在啊，我们从中原突围出来的北路军已经分2路进入陕南。李先念同志和中原局已经扎在陕南，开辟新的根据地。而同时，王震的另一路军正在向柞水、镇安一带挺进，只是目前具体位置还不清楚。汪峰同志啊，你做地下工作时间长，社会关系也多，主席可是亲自点了你的将，就由你带队南下去策应他们。好的，我随时可以出发，但还有一个情况，抗战时期，李宗仁在这一带搞了一个非常大的国防工程啊。什么国防工程？村村通电话，就像是在这一带布了一张大网。现在呢，胡宗南就像多了无数双眼睛在盯着咱们。咱们的中原部队，如果想要在这里扎根儿，恐怕很难啊。也不怕他，敌人有村村通电话，我们有人民群众。我们还是要依靠群众，相信群众。另外啊，主席还命令我们西北局要秘密接回郑卫三、陈少民等同志。没问题。从陕南回陕北，咱们陕西工委掌握的3条交通线，我亲自下去。文明老兄，你可不能走。你现在统领着我们情报线，你要居中坐镇啊。汪峰同志，哎，这个任务还是交给你。好，人手不够的话，可以考虑从机关抽调一部分干部下去。咱们机关人手本来就紧张，我要再带走一些，恐怕你们吃不消啊。机关再困难，也难不过中原部队的同志们。任你来选，必须完成好这2个任务。是。那我这边就继续调派干部，同时还要发动当地的基层组织。对。中原部队千里行军，后勤补给是难上加难啊。所以我们就是要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，让进入陕南的中原部队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首先都能找到我们自己人。放心吧，这个我来办。现在啊，最困难的是，他们呢一直处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。那你说敌人都找不到他们，那咱们找是不是也难啊？好问题。就像汪峰同志提到的，敌人现在是通讯发达，那我们就想办法抓住敌人的情报线。敌人在当地调动部队的情况，应该就是我们中原部队的线索。敌人扑向的每一个点，把它连在一起，应该就是李先念、王震的行动线。好，我们就是要用敌人的眼睛找回我们自己的同志。好，办法。副司令员，绕过前面那个山洞，就是镇安。胡子，前面敌人什么情况？卡在这里，民团100多人，拐过去他们营地还有200多人。
冲过去到镇安，让战士吃个饱饭。副司令，部队近期奔袭数日连续作战，已经非常疲劳了，而且咱们弹药欠缺，我建议天黑之后再行动。不行，天黑之前必须突破到镇安，不充满粮食，连夜就得走。你带2营绕到后面去，我带1营上山。是。应该是主席，王震来电，有消息了。太好了，王震甩掉了敌人，通过镇安了。太好了！给王震回电，同意他们从柞水方向向秦岭西进。是。胡宗南和刘志的部队已经形成合围态势，这对359旅太不利了。359旅出去有2年了，不能再受任何损失啊！我给仲勋同志再写封信。仲勋同志，请考虑派出几支游击队、武工队性质，策应李先念、王震创造游击根据地，以利将来之发展。1. 临游为中心一支，约3至5个连，其中2/3以班或排为单位，分散于泾渭之间、陕甘之间10余县。只要有党的地方或无党而群众条件好，就放下一班或一排，完全地方化。如穿军衣不便，则穿便衣；如一班一排目标太大，给养困难，则更加分散。每地，例如宜区3、5支枪，总以广泛分布于泾渭间10余县，作为当地人民武装斗争之骨干为目的。此外，蒲城、白水各县力求就当地非法武装予以干部及指导，创造游击根据地。敬礼，毛泽东8月10日。359旅一路西进，已经来到了秦岭腹地。但是秦岭腹地人烟稀少，想要建立根据地可不容易。我建议我们来抽调最精干的力量，组建一支300人的游击队，让刘茂公带队去支援他们。同意，我马上去落实，让他们明天一早就出发。不行，不能明天，
今天下午就得出发。今天下午？对。这么短的时间，要组织300人的精干力量，仲勋，这根本不可能啊！不可能，你也得把它变成可能。现在情况紧急，队员呢，要挑选一些熟悉西府各县，最好就是西府各县子弟。好，我马上去落实，就今天下午出发。报告，进来。习书记、毛主席的信。又一封，1天2封信。仲勋同志，17军84师现在陕南佛坪堵截我王震部，84师内部是否有同志及同情者，情况如何，请查明，见告为判。毛泽东，8月10日。我们的部队前脚刚走，王震部又奔了佛坪了，这变化也太快了。看来王震在秦岭根本就站不住脚。这样，马上联系赵伯平书记，我们要掌握第一手情况，争取主动出击。好。好，我知道了。 84师来报，未在佛坪遭遇王震部，王震部现已逃窜至宁陕石泉方向。这王震入陕以来呀，消耗了大量的兵力，给养也得不到补充，如今他又进入秦岭腹地，正是我们绝杀他的好机会。属下建议，84师继续沿宁陕石泉方向全力围追。 第90师自石泉方向向北堵截。好，此役如果能够全歼王震部，必将会鼓舞我军士气。路边的小花在摇曳，摸一把泥土的温暖。 当清风拂过我的脸，我回望的时候，看见你。冬日走进了山，雪花划破眉间，留不下脚印和你的同伴。 荒漠扬起的沙，狂风刺进双眼，却从未迷失的你的视线。你一定是看见未来我的笑脸，所以你燃烧自己，升起了炊烟。 守着我的家园，抚慰每片屋檐，把眷恋化成了期盼。今夜我们的梦一定可以重叠，就像日出与大地的相见。 每当清风拂面，你一定能看见每一个回望的笑脸。
每一个回望的